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8月29号星期四，又下雨了，现在已经小很多了。我刚起的时候，外边雨特别大，说是10号台风，反正不是明天就是后天。当然到大阪这儿已经很弱了，应该影响1-2天吧。去年有过一天，我老跟大家聊，我说看这个当天我还出去了，就打着伞就能出去。我说好像没有那时候北京狂风暴雨的时候厉害，但是怎么就都放假了呢？餐厅也不上班了，可能真正的厉害还没见过。之前说是28号就到大阪，这2天不停的在变化。昨天强度不小，是不是？今天轻松跑了。今天咱们聊聊强度的事儿，好吗？还是天阴的。这儿右手是大阪的半马起点，今年就下一届2025年1月份。应该还是会参加大阪半马这个赛道，挺容易跑出好成绩的。看雨下起来了，大雨点子。如果话筒上有水不好听，各位就抱歉了。就这片土地是去年大阪马拉松存包取包的地儿，今年组委会发公告了，就是下一届会放在室内，就不用担心下雨了。我昨儿写了个文章，我也截图发屏幕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就是我这1年来吧，这半年来4次12个400米，就同样的课表，同样一帮人，同样的地方，同样的时间，只不过季节不一样。我的成绩对比可以看到，确实进步明显。但是第一次有水分，第一次是有轻伤在身。但是我也没想到过，我真的能12个400米都在76秒1圈以内。因为为什么76秒呢？是因为最早在新加坡的时候，那时候认识在当地的3小时马拉松3小时的小伙伴们，他说他们的场地课就是76秒1圈。我觉得怎么可能呢？根本就跑不进去。但是人家就能跑进去，我就这些年一度就怀疑自己，因为他们马拉松成绩都不如我呀，现在，而且差不少呢。我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没有激发出来。有人带，有人追，确实是能让你对自己更狠。我其实是个对自己下手特别狠的人。就是马拉松训练呀，我觉得，还是以自己练为主，集体练为辅，专业队另当别论。其实专业队也是主要看自己的努力，你不是说每天跟着这些人出去跑你就能行的。所以你们看，我绝大多数的训练都是自己跑，然后周3一起跑。周6有的时候平田先生有早训练，我们的速度跟时间特合适，就一起跑。我觉得强度课跑速度或者跑速度耐力，一起跑是比自己跑有优势的。但是这个优势得有2面性啊。第一面就是它确实能让你发挥的更好，就像好多人说一到比赛跑的就能快一些，但是不是每天都是比赛。也就是说，你跟着一堆人跑，你发挥的好，你的训练效果好。跑团的小伙伴们，还有在吗？哈哈哈哈！在吗？但是呢，你说万事都有2面性，另外一面性就是
你这样跑多了以后，你自己在想说，我今天自己来个强度课，你可能下不去狠心了，对自己就。但这不算坏处，只是说马拉松训练，我个人的不成熟的理解，还是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。还是以自己的努力为基础。田中さん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这个是我觉得不能破的道理。你跟着团队也需要自己的努力。像昨天，其实我跑完第一组，我就觉得不行，太快了。但是我想起什么呢？我想起的是我自己无数个强度课，无数场比赛，我跑不下，我跑不动，顶不住，比赛差1分钟240的这种感觉，我就想，那是不是今天顶住了，就240了？或者说，你今天顶住了，下次还能顶住？这就说下一个我的观点，关于强度课。到，就是不一定你每一次的状态都特别好，都能跑到你的绝对能力，不是的。而是说，我举个例子啊，就比方说昨天我的平均每一个400米是73秒，那下一次我可能掉到76秒，然后再下一次我有可能会进到72秒。就还是我那观点，马拉松的训练，无论是从距离上、跑量上、能力上，很多时候甚至是体感上，都是螺旋上升的。为什么会有下降呢？就是因为你不可能永远是一个状态，你这段时间状态好，跑得好，但你有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陷入一个疲劳期或者低谷期。就像我昨天说的，我仍然不建议普通人盲目尝试所谓的超量恢复。因为普通人练训练是这样，大多数时候对自己的估计是不准确的。你会觉得，就是你觉得的那个付出，要比你实际的多；你觉得的那个超量，要比实际需要的超的也要多。你最后就会变成了少量训练过量恢复。直观的体现就是，你可能长胖了。或者是你可能状态就不好了。真心话，就普通人应该是掌握的什么感觉呢？就是让自己觉得自己挺辛苦，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超量恢复。这时候往往你可能是轻微的超量恢复的状态下。真心话啊，您看，就我这么跑。我仍然还得控制一些饮食呢，而运动员们呢？运动员们采访过好多运动员，当然选材、体质、年龄不一样。那时候马拉松比赛，运动员就是得努力多吃一些，那训练量不一样，所以对运动员来说，他的超量恢复就是这段时间把运动强度降到我这样，然后呢正常饮食。而我呢，运动强度是我这样，我就不能完全正常按照不运动的人那么饮食。就我这年纪的男性吃饭，我要是那么吃，那我的体重估计差不多就是65公斤了。这不成熟的经验。所以再回到速度上，我觉得突然发现自己速度能力的进步，其实是和跑量的积累分不开的，就是跑量还是最关键的。你的整个的奔跑的这个系统能承载的负荷更大。你们看昨天田中先生在前面，有小伙伴弹幕说核心稳定特别棒。那确实是，就是对田中先生来说，他觉得他不需要那么快的节奏，不需要每一步都是那种已经
有点发虚了那种感觉，就能跑那么快。而我不行。那这些肌肉关节的力量，我真心觉得不是靠健身房的专项训练能提高的。就对普通人，你要是说抬杠可以，肯定是可以的。专业运动员在很专业的指导下是可以的。但是我们就是普通爱好者，你没有那条件，你可能往往去健身房去练，你觉得你练的那个地儿，其实不是你练的那个地儿。那怎么能练到你想练那地儿呢？那就是跑步呗。你跑步用的肌肉肯定是跑步要用的，只不过可能效率没有专项练习那么高，但是至少能积少成多，对吧？我总说嘛，勤能补拙。前些年还就是还特别，人们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焦虑的时候，还不觉得什么。现在您想想，如果这世界上有一件事靠勤就能捕捉，就能让您得到回报，那是一个多美好的生活呀！那就变成了我每天去重复努力做一件事儿，不能说完全没进步，正常水平进步，我就能100%获得回报。那这不是个挺不错的事儿吗？而往往你可能试来试去，就跟玩游戏似的，玩游戏走迷宫或者怎么样，你试来试去，最后发现还是得按照一开始想象那条特别难的方案去走，捷径都是不通的。所以专业运动员、专业队，一个有经验、有能力的教练是他的捷径。比方说，专业的营养团队就可以通过专业的设备，就能告诉这运动员，你就这么饮食肯定没问题。而对普通人来说，像我来说，就是左右尝试，今天多点，明天少点，时间成本就高，训练也一样。所以说，你本来就是半路出家，30多岁开始跑步，假设或者27、28岁开始跑步，时间本来就有限，然后呢，你的效率还没有人家高，然后在可以抓住的东西上又不愿意坚持，那就最后可能就两手空空啊。我现在的训练肯定是不是最科学的，但是我坚持看到了回报。就像一开始我说想跑快怎么办啊？每天只能跑5公里、10公里的时候，那就每次都往快的跑一跑呗。那时候也有人抬杠，身边的人说你这应该跑1休1，人家都这么说的。你应该什么 MAF 180。那如果那时候我180了，现在我还180呢，真心的。所以我总结就是，马拉松首先是个孤独的运动，是个自我驱动的运动，是个不能怕重复、不能怕烦的运动。你这才能坚持下来。速度的提高嘛，我觉得有个能力差不多、一起努力的团队，是会比自己要效率高一些，但是自己的强度课是不能少的，因为就像我一开始说的，如果都是跟着别人才能跑，慢慢的自己就退化的不能跑了。虽然这个有点夸张，但是我这么觉得。所以你们看，我自己会插入一些自己的强度课训练，虽然那个强度可能就是极限速度，跟有小伙伴一起带肯定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也能接近我的绝对体感。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自己就像炼钢一样，马拉松特别像这件事儿。你非得这个铁块搁锅炉里烧，你烧一会儿就得拿出来看看，那它永远也烧不成钢，对不对？行吧，这雨挺大的，加油吧，小伙伴们。咱们训练后再聊啊。马上就17公里，喝口水回家。这雨大的。水都冰凉了。
哎，8月29号星期四清晨7点12，第2个训练日训练结束。哎，今天起来训练的时候有那种久违的轻微的肌肉酸痛，说明昨天的强度到了，而且昨天下午练了腰腹，练得有点狠。今天没带 stride， 带的高驰的2代 pod， 啊，别在腰上。我一般比赛就是脚上要绑芯片，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就带这个。这两个其实已经不分伯仲了，但是价格上可是千差万别，大家看看就知道了。确实是，今天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平均配速5分12，心率135，下雨凉快下来了。运动表现是优秀，训练效果是维持，运动负荷是交响。哎，表还是挺了解我的。哎，昨天佳明都发那个 Phoenix 8了，看着跟个大妖怪似的。我记得我的第一块跑步手表是 Phoenix 3，这时间过得真快。但是其实说实话，如果它现在是18，我就更开心了。就这种对电子产品毫无抵抗力的这种性格，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也是这样的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闲聊2句训练的事儿。你看这不下着雨，跑也就跑了，没有事儿的。有的时候迈出第一步，不开始不会有结果的，加油干吧，好吗？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明天再见。